往返一趟武陵山，拓了几幅画，还送进了安南王府，就用了2日。既然你出入王府如此轻松，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若是他死了，离霜定会伤心，你心疼离霜，也会跟着不开心。那我为何要这样做？更何况，就算他死了，也未必能换来2国太平无忧。那你拓画有什么用？就想凭这几张轻飘飘的纸，就能让他对双儿手下留情？离霜既然不愿意走，那这个办法我就得试一试。但凡静安能想起半分从前，那么离霜的大义之心，就还有一线希望。可是玉玲珑已经离体，静安的记忆也全部消散，凭这几幅画，怎么可能记得起呢？凡事经历过，心中必定会留下烙印。玉玲珑虽然一时控制了他的身体，却从未真正改变过他的心。这招若是不管用，我亲自救他出来便是。万事有我，不必担心。你以前从来不管世俗之事，战争、贫穷、生死，皆置身事外，怎么如今总算生出仁慈之心来？我做这些事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自告奋勇去救人，结果人家不跟你走，便只是坐在这客栈里唉声叹气，全然不懂得灵活变通、改弦易辙，实在蠢笨。我常年活在武陵山，与世隔绝，便不懂得世间苦难。直到那日，金吾剑带人攻打武陵山，山中死伤无数，血流成河。我才突然明白，战争与杀戮只会带来无尽的仇恨与悲伤。啊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刚说起金乌剑，双儿特意让我转告你一件事，说在囚禁期间，有人交给他一包药，名唤噬脑散。那里有一个人给了我一瓶噬脑散。离霜没人动手，娘娘派出的探子亲眼所见。原本我以为他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是个无药可救的蠢材。安南王若是得知噬脑散一事，想必定会追查到底。娘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追查？那他要有命等到那个时候，离为兵临城下，段阿登定会出城迎战。速去布置弓箭手，无论是战是和，我都要他死在战场上。
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，原本以为是有噬脑散的线索，没想到是跑来人家御膳房蹭吃蹭喝，是吧？好吃。我知道的线索都告诉你了。这么大个皇宫，你翻个遍，什么发现都没有，差点把我饿死。那金无间人都死了，还查什么噬脑散？这药属实罕见，既然扯上了关系，这其中必定有猫腻。虽然金无间已经死了，但是如果不找出幕后之人，我担心未来会对武陵山不利。嘘。好吃。有病啊！这是姚国的皇宫，不是你家后院。你现在这样出去，不是等着被人发现吗？被发现又如何？三脚猫功夫能奈我何？你这能吧？我不能。你被抓到了正好，省得处处拖累。谁在里边呢？谁？有人？藏哪儿去了？哎，走。哎，来人呐！有刺客！来人！抓刺客吧！抓刺客！没事了。啊！真没想到姚国皇宫里有这么气派的地方哈。哇，都是金的。哇，这么有钱，就应该改善一下御膳房的伙食，真难吃，还没有陆城旺铺的手艺好。这也是金的吗？我见你也没少吃啊，而且，你不也是顺手带走了不少吗？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吗？喝西北风就能活着啊？我容易饿，当然要备着点粮食了。刚刚就差点把我饿死，这要是一不小心饿晕倒了，谁管我呀？小心！前面好像没有路了，没有路了，好黑啊！哇，亮了，太亮了，能暗点吗？已经很好了。怎么会有这么个地方？这是人吧？这现在能灭掉了吧？
我们误闯此地，绝无恶意，不知尊驾如何称呼啊？这人怕是在这儿被折磨很久了。正事要紧，咱们还是少在这儿多费唇舌了。走吧。哎呀，你傻呀！这么大个皇宫，在地底下建一个密室，就为了囚禁这么个半死不活的人，不觉得很蹊跷吗？咱们想找的线索，说不定他能知道呢。你能听懂人话吗？你可曾听说过一种毒药，名唤噬脑散？你被囚禁在此，饱受折磨，这一切是不是段奥登所为？这样下去，怕是什么也问不出来。可能他是个哑巴吧。咱们还是赶紧走，少惹事为妙。等等。本以为将军乃巾帼英雄，最是通晓反正利弊，这才想救你一命。眼下，当真是令本宫失望。哼，你不过是想借刀杀人，就算真的如你所愿，还不是你的刀下亡魂？杀不杀安南王，又有何区别？你以为你手下留情，他就会感激你吗？将军恐怕还不知道，你父亲黎威已带兵前来，此刻正与你的心上人殊死相搏呢。安南王，那都是我们被俘的兄弟。驾！安南王，别来无恙。黎威，躲在女儿身后这么久，今日总算是敢直面你的血债了。偷袭刺杀确实不光彩，但是为了太近的安危，我会竭心尽力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哪怕再来一次，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好一个无所不用其极！既如此，那我皇兄的血债就由我亲手来讨。长风军军法如山，绝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废大义，想利用我，逼我父亲投降，痴心妄想。投降算什么？今日一战，不管是段奥登还是黎威，都别想活着离开。既然你心慈手软，那我就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酿成的恶果。你放心，之后我便会亲自送你上路，
与他们团聚。愣着干什么？拔剑！耍什么花样？老夫此来，意在谋和，而非诱添新仇。太晋与姚国战争长达数十年，过去的杀戮和牺牲实在是太多了。这1年来，边境太平，百姓休生养息，难得的太平景象。既如此，又何苦再起战事，置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呢？若安南王愿止戈散马，我黎威立即将所有的姚国战俘尽数归还，两国从此永以同好。可你想来，若以后姚国养兵蓄锐，再度开战，受苦遭殃的，不还是你的那些子民？你身负我皇兄的血债，如今又拿我大姚的将士来要挟我，如果就此完成你所愿，是不是太轻易了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倘若以我一命换来两国一世前嫌、国泰民安，我黎威愿意将人头奉上。说那儿，别怕。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放箭！夫妻！安南王这是何意？公然包庇敌将，难道是想反吗？黎威前来，所谓议和，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。弑君之仇不共戴天，段敖登与太晋沆瀣一气，里通外国，愧对先帝英灵，杀无赦！
不知道你是段奥登的女人，不管今日你们是做戏给本宫看，还是真的情缘已断，总之你心疼他，不舍得杀他，就要为这份不舍付出代价。你为何为了太清和妖哥的来袭，我死不足惜？安南王，你我之间的血仇，我今天算是偿还了。睁大你的眼睛看着，今日城下每一个人的死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只求你，有我一命，我双儿一命。放他，让他平安离开。跟上！放开我！本宫要将你们全部都五马分尸！放开我！秦氏罔顾军纪，杀我将士，关入营中大牢，军法严处。谁敢？本宫是太后，真正的大姚之主，区区安南王，竟敢以下犯上处置本宫！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自然知道我跋扈惯了。罪不容诛之人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本王也照杀不误。李维，李维真不嫌你血债，此处不报，国威何存？我下令射杀他，何错之有啊？你还有脸提我皇兄？当日若不是你蓄意谋杀，待我皇兄出宫，他就不会遇刺而亡。我本为圣主和朝局着想，本想留你一命，不想你利欲熏心，竟疯魔至此。李维单枪匹马前来，本意求和。他身后站着的是我军被俘的将士，他们为国浴血，没死在太近，转头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。你究竟是想杀黎威，还是想趁机铲除朝堂一起？无凭无据，欺君罔上，污蔑本宫。本王的双眼就是证据。你给离霜的噬脑散更是证据。安南王与这女将军到底是何关系？离霜被俘这些日子，你3番4次出入他的别院，一同用膳，一起抚琴，甚至还彻夜未归过。
你通敌叛国，勾结敌国女将，竟还随便拿出瓶药来陷害本宫，本是大姚罪人。本宫势单力薄，自知不可力敌，遂将你射杀于战场之上，何错之有？你笑什么？我笑，竟然在我有生之年，朝堂之上，还能看到狗咬狗的好戏。将军是想包庇他。数月前，姚金与陆城交战，安南王只身一人闯入我军军营，屠杀士兵，连斩数将，你长风君才得以保全。黎将军这么快就忘了？没错，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，就是那个让你们闻风丧胆的悬疑客。什么？悬疑客？怎么可能啊？是啊，乱臣贼子，竟然堂而皇之审判本宫！不可能，安南王绝不可能叛国。是啊，可是根据当时战报，以悬疑客之骁勇，当今世上恐怕唯有安南王能与之比肩了吧？先帝崩逝，我等皆以为你是悲痛过甚暴毙而亡，不想却是你假死脱身的伎俩。今日当着各位臣工的面，你敢不敢说出你消失的1年间，人在何处，又做了些什么？悬疑客，是我。但我当时身有异样，全然忘了我是安南王。既然安南王供认不讳，那今日本宫就以太后的名义主持公道。来人，将安南王拿下，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太监女将军黎霜同诛。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做的事情，我会一力承担，但在我领罪之前，我要除掉这个谋害君王、枪杀同胞的毒妇。死到临头，竟还血口喷人！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有证据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拿下！朕便是证据。皇兄，
臣弟拜见陛下。拜见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你们要造反吗？你们在反谁？我儿子玉儿才是大唐皇帝！给我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段郎，你等这一天很久了吧？当日，你假传敖登涉险骗朕出宫，企图用邪术控制朕。敖登以身相救，却中了你们的邪术。这1年间，你一直勾结奸人谋害于他，今日竟又要对他痛下杀手，你已经是大妖之主，为何还要将他赶尽杀绝？因为我恨他。从我嫁你第1天起，他就只认姐姐是你妻子。那我呢？后来我杀了姐姐，骗你饮下情种，诞下玉儿。我想，就算我得不到你的爱，我玉儿也可以得到天下。可有一日，我经过御书房，却听到你要将皇位传给段敖登。为什么？玉儿是你的亲骨肉，为什么你就容不下她？皇兄容不下的是你。挡我路的人都得死。你父亲的遗体已经运回城中，可以送他最后一程了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我这条命是你爹救的。日后你若想以血还血，我不会逃。他用自己的心给两国的恩怨做了一个了断。无谓的流血和牺牲，不是他想看到的。
阿爹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称呼您为大将军，很少叫您一声阿爹。但我心里真的很羡慕婷儿，能毫无顾忌的对您承欢膝下。虽然我顶着厉家的姓氏，但我终究不是厉家的血。我害怕我没有资格，我不敢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只要我能征战沙场，奋勇杀敌，就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虽然这么多年，您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看待，但我还是自以为是，去顾及那些无所谓的远近亲疏，让那些美好的时光白白浪费了。我从不后悔成为一个女将军，征战沙场。但我现在后悔没能好好做您的女儿，让有下一世。希望您能平安顺遂。医愿父亲安康，松鹤长青，幸福永享。二愿父亲顺遂，百战无伤，福乐天成。三愿父亲无忧，长风威武，五福明堂。这么多年，你背负着黎家的使命与荣耀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太清的社稷利民，也是时候为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。